父亲病重，命悬一线，只剩下最后几天。儿子义雄虽心不甘情不愿，但还是赶回了老家，因为父亲每次都会给他10万块作为路费。而此时43岁的他失业已经满月，拿到钱，义雄匆忙返回，回到东京那个冷清的家。他的妻子已经有个把月没回家，儿子广树也因考试失利，把自己关在房间。就在这时，门铃突然响起，义雄激动以为是妻子回来，快步去开门，却迎来的是妻子寄来的离婚协议。义雄颤抖着蹲下，泪眼模糊，却没察觉背后儿子那冷漠的目光。离开家的义雄如同行尸走肉般走到楼下，中年危机，家破人亡，感觉世上所有不幸全压在了他一人身上。他仰头绝望的想吼，却哑口无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辆车在他面前停下，车上的孩子叫他上车，义雄迷迷糊糊地坐了进去，只隐约记得那是辆深红色甲壳虫。就在这时，车上的报纸吸引了他的视线，报纸上显眼地写着一个父子，在拿到驾照的当天遭遇车祸，双双去世。义雄抬头一看，心凉了半截，那父子俩就坐在驾驶座上。不等义雄反应的机会，突然一股晕厥袭来，睁眼一看，竟站在天桥之上，手里正握着妻子送来的分手信。同事在旁催促，会议要开了。义雄夺过报纸，目不转睛，看到了2013年11月5日。不可思议，回到了去年。正当他心乱如麻，妻子带着个陌生人出现在眼前。义雄怒气冲天，正欲上前，却看到妻子展现前所未有的笑容，他心里一阵酸楚，转身就想跑，结果不小心摔了个跟头。义雄挣扎着站起来，准备还手，一抬头愣住了，竟然是他父亲扮的他，看起来和他差不多大的父亲。义雄感觉这一切都像是做梦，还没回过神来，父亲已经紧追不舍，抓住了他的衣领，跟在父亲阿忠后面直奔那板房，连敲门的机会都没有。黑衣人影一闪就从屋里冲出。阿忠信奉先发制人的原则，一头锤就开启了战斗，随后是猛烈的拳打脚踢。看着儿子在一旁挨揍，阿忠迅速介入救援，2、3下就又搞定了2个。那种熟悉的感觉让义雄确信这人就是自己老爸。他隐隐感到自己似乎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谜团，感觉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像是棋局上的棋子，而他的解局之旅似乎才刚刚开启。阿忠催义雄快吃完饭，继续去找你媳妇。作为兄弟，他得帮忙解决儿媳妇出墙的问题。谁知义雄却像没了劲儿似的，准备放弃。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份离婚协议，说再过1年，妻子连家都不会回，不管他如何努力，结局似乎都已注定。义雄恼羞成怒，甚至让老爸不要多管闲事。义雄讨厌老爸的原因，还得从他小的时候说起。原来阿忠是依靠房贷起家的，小时候的义雄经常被其他孩子取笑说他爸是个坏蛋。放学后，他们甚至把他按在沙滩上欺负。孩子们总是对新奇的玩具感兴趣，看到那个黑胡子玩具就忍不住想靠近。义雄也忍不住想玩，结果又被取笑。回家后，义雄犹豫再三，最后鼓起勇气想让爸爸买个黑胡子给他，结果换来的却是爸爸不耐烦的命他去买烟。同学的嘲笑和父亲的冰冷，义雄感受不到分毫的温情。他把爸爸的钱揉成一团扔回去，然后冲出了家门。也是从那天起，他开始对父亲的一切反感。所以当他毕业的时候，义雄没接父亲的班，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东京找工作。想着这些，义雄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家里。时间回到过去，他妻子已经1个月没回家，儿子也变成了不爱说话的孩子。他鼓足勇气推开了房门，眼前是懂事的儿子和妻子温和的笑容。饭桌上，他们3个人其乐融融吃晚饭。这份既熟悉又陌生的温馨让义雄陶醉，但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，妻子的一句话把义雄拉回了现实。美代子说他明晚要去同学聚会，可能会回来的晚。义雄的直觉告诉他，妻子可能在隐瞒什么，以至于第2天他在公司里提不起一点兴。他心神不宁地混了1天，刚准备下班，却在公司门口碰见了自己的父亲。阿忠说父子间没过不去的仇，既然他们都来到这里了，就得一起改变未来。父亲坚定的目光让义雄冷静了不少。他从口袋里掏出离婚协议，在父亲面前毫不犹豫地撕毁了它。然后义雄给妻子打了个电话，妻子一意孤行，义雄的希望又泡汤了。但阿忠没犹豫，直接催义雄跟着他，今天得帮儿子把媳妇找回来。2人拐弯抹角来到了那个熟悉的板房。阿忠二话没说，一脚飞踢开了局，大喊着问自家儿媳妇在哪。这时候板房里的人听到动静都出来了，一看又是阿忠，带头的小混混也不墨迹，直接上手。一群壮汉几乎同时动手，一下子就把父子俩摁在地上狠狠摩擦。正当他们快要挨揍到昏过去时，一道红光一闪，义雄睁眼发现自己又回到车上了。驾驶座上的那对悲催父子还在，只是这次车上除了他，还多了他爸阿忠。义雄刚要问怎么回事，司机桥本就说下一站快到了，这一站对义雄特别关键。来不及多说，义雄赶紧跟爸爸说这次穿越的理由。回到2014年的5月，那是儿子广树第一次失控的时候。那时候儿子那表情，义雄至今记忆犹新。而今天正是广树说成绩不好的那天。那时儿子跟他说不想再考试了，
自己一本正经的告诉儿子别认输。就是这个转折点，广树的成绩开始一落千丈，最终才酿成那场悲剧。听着一雄满是后悔的话，阿忠笑着说：“知道原因就容易办了，等下见面直接叫广树别考了得了。”果不其然，广树一见面就抱怨这次考砸了，但一雄迟疑了半天，就是开不了口。加上阿忠在旁边跟广树聊得起劲，一雄只好先带他们去吃饭，慢慢想办法。饭后，阿忠去给广树挑圣诞礼物去了。一雄抓住机会劝广树别考了，出乎意料，广树坚持说还要考，气氛挺尴尬。这时阿忠回来了，广树拿到玩具一看，竟是个老掉牙的黑胡子游戏。回家后，他们开心的玩了起来，那份亲情的温暖让一雄感觉像梦一样。玩了一会儿，广树找借口学习去了。得知妻子从今以后都会回家晚，阿忠激动地说要亲自下厨做晚餐，做的正是他最擅长的铁板什锦烧。那熟悉的味道让一雄忍不住感动，但他还没缓过劲儿，阿忠就开始吐槽一雄的家庭状况，责怪儿子怎么混成这样。爸爸的讽刺让一雄压抑的情绪终于爆发了，因为从小到现在他都不太喜欢这个爸爸。小时候一雄因为父亲不买玩具，决定离家出走，家人们急忙在夜里四处找寻，只见父亲阿忠却还是泰然自若，跑去玩弹珠，仿佛事不关己。幸亏警察来了电话，妈妈去接他回家。妈妈和一雄对帮忙找人的伙计们致谢，父亲反倒是拿着夜宵，洋洋得意。从那天起，一雄的心里就对父亲有了芥蒂。当他们急匆匆进广树的房间，墙上乱七八糟，广树却不见了。没时间多想，一雄急着出门去找，因为未来根本没有广树离家出走的事。他猜想是不是父亲阿忠的出现让事情变了样。阿忠刚走，广树就回来了。一雄心里沉重，却还是把儿子带回房间，犹豫了好久，还是告诉广树无论如何他永远都是他的父亲。话说完，他就紧紧地抱住了儿子。广树满脸困惑，虽然内心被触动了一下，但觉得爸爸今天特别古怪。这时妻子回来了，打断了父子俩。一雄刚出房，脸上全是惊讶。媳妇说他故意取消了约会，回来陪他们共餐。美代子的变心让一雄心里又燃起了希望的火苗，可能就像阿忠老爸说的，他还有机会从头再来。晚饭后，一雄递给广树黑胡子，嘱咐他好好保管。谁料广树说这玩具不是他的，阿忠叔叔在商场私下里跟他说，这黑胡子是给他爸爸一雄买的，说是一雄小时候极想有这个黑胡子海盗桶。一雄还在迷惑，电话突然响了，是乡下的母亲来电。聊着聊着，一雄就提到了手里的黑胡子。母亲接下来的话让一雄目瞪口呆，原来他小时候跟父亲提过想要这个玩具。阿忠就夜里找遍了小镇上的玩具店，可那时黑胡子太火爆，多数店都断货了。最后阿忠走过游戏厅时，看到那黑胡子是个大奖。那晚阿忠运气极佳，差点就凑齐5000钢珠换到那奖品。正当此时，小弟急匆匆来报，阿忠儿子不见了。想到刚才自己对老爸那一通大吼，一雄心里满是歉意。他像疯了似的跑出去找老爸，却发现老爸正忙着请警察帮忙找广树。一雄把老爸带到公园的水池旁，问他当时为啥在灯塔那儿不喊他一声。刚想带老爸离开，口袋里那不寻常的触感让一雄心里咯噔一下。他一掏口袋，看的那一刻头皮发麻，手里正是1年后老婆寄来的离婚协议。可一雄明明记得，他才刚撕掉那东西呢。听说儿子遭遇不幸后，阿忠立马说要去一雄家帮他改改未来。谁知道他在回家的路上正巧遇上了一雄的妻子和儿子。广树一脸依依不舍，手里的小狗也不得不放下了，因为他知道老爸肯定不会让他养宠物。而桥上的一雄却说这事儿他一点都不知道，但他模模糊糊记得广树就是从这儿开始学不进去书了。满心烦恼的一雄带着阿忠回到家，没想到广树却根本不记得这个阿忠叔叔是谁。看着儿子那样，一雄心里直沉。难道之前的2次传钱都只是在别的平行世界里发生的？那他们难道就真的对未来一点都改变不了吗？阿忠一见广树就直奔主题，问他是不是真想养只狗。一雄那边兴趣不大，阿忠甚至叫广树跪下来，直接硬逼。看儿子差不多求着的样子，就连一雄这铁石心也软了。广树一听爸爸答应了，乐得跳了起来，准备和妈妈去接那只小狗。等广树和妈妈走后，一雄立刻火冒三丈的质问阿忠，责怪他怎么能教孩子那样。其实他不让广树养狗是有他的道理的。30年前，一雄和邻居阿光也养过一只狗。阿光家开中华菜馆，他甚至偷偷从厨房拿了只北京烤鸭来喂狗。养那只狗大概半年后，阿光家的店突然关门大吉。那天雨下的特别大，一雄打着伞去银行接阿忠，父亲一看见他脸色大变，大喊小孩别来这儿，然后就冒雨走了。就在那天，他看见阿光爸爸跪在雨里，对着自己父亲一直在求情。这事之后，阿光就告诉一雄他们要搬家了。临走前，他把小狗托付给一雄，一雄使劲的点了点头。但第2天一放学回家，发现小狗已经被老爸送人了。因为童年那次事故，一雄对养宠物始终心有余悸，而这一切的起因就是现在眼前的老爸。
俩人正僵持着，广树在门口泪眼婆娑。一雄看见儿子这样，急忙问出了原因。老婆说那只狗狗不幸车祸去世了。一雄正想安慰孩子，阿忠旁边却说了句冷言冷语。一雄火冒三丈，把老爸拉到外头，叫他别再说这些扎心的话。阿忠脸上却满不在乎，催一雄赶紧准备去参加藤木长务的摘菜宴会。他们穿越后还有件事没弄定，一雄1年后可能会被公司开除。今晚这个证明忠诚的宴会，关系到一雄的职业生涯。一雄气头上听不进老爸的苦心，老头子催他快去藤木长务那儿，先保住1年后的饭碗再说。一雄心里百般不情愿，但还是回房抓起外套。他正要出门，却被衣柜里某物吸引，那是上次穿越时阿忠带回的黑胡子玩具。黑胡子的出现又给了一雄新希望。他原以为穿越时都是在不同的平行世界里，对未来无影响，但现在发现微妙的变动还是有的。一雄抓起衣服出门追，但老爸已经不知去向。这时同事来电问位置，一个名叫阿忠的已到宴会，声称带一雄向藤木长务敬酒致歉。那一刻一雄才懂得，那个总是硬嘴的老头默默也为这不孝子操碎了心。一雄喘着气赶到宴会，看到的场面让他羞愤难当。从过去穿越来的老爸正跪在藤木长务前，恳求别让儿子失业。一雄把老爸拉起，自己也跪了下去。1年后妻子会出轨，儿子也会变得自闭。为了风雨中的小家，这工作他给保，但不论他怎样请求，藤木长务就是轻蔑的嘲笑。藤木提议看门的活儿最适合一雄这无用之人。看着儿子丢脸却被耍，阿忠终于按捺不住，拉起一雄挥出重拳开辟了局面。他自己打拼出一片天，总是教儿子得有骨气，可受人侮辱那就绝不行。离开前，一雄还提醒藤木长务身体要紧，因他父亲曾言，男人的较量要光明磊落。酒店门口，阿忠还在叨叨，怎能对那藤木下跪？一雄反驳，父亲也曾有过舍我其谁。儿时接父亲于银行，阿忠下膝的姿势不简单。雨中聚散，即刻怒了。阿忠不承认，说是银行里滑了一跤，但他一亮底牌，银行头儿立马恭敬批款。这些作为儿子的一雄全不知情。他曾对父亲的事业和为人有成见，直到亲身社会沉浮，才懂得父亲养家的难处。看着父亲的身影，一雄微笑着追了过去，却不知家庭将变的种子在这时间线悄悄生根。男人刚穿越回1年前，降落就撞见逃课的儿子，手里弹弓正对准，而靶子上正是父母的名。一雄目睹此景，怒火中烧，狂冲过去想给这小子好看，可一靠近他，怒气全变成了一声抱歉。原来1年后广树会被暴力和孤独困住，而推他去那条路的竟是逼他学习的我。为了救孩子，一雄决定让广树免了考试的苦。谁料广树脸上的痛楚竟然坚持要考，这让穿越来的一雄彻底懵了。这时广树的朋友们打断了他的迷惘，要带儿子去踢球。一雄立刻赞成，帮广树答应了，还叮嘱他今年好好玩个够，补习班别操心了。看着广树和朋友们的背影远去，一雄心情突然好转。这次他发誓不让孩子走上那条道。正陪着穿越来的老爸逛街，老婆的电话却打乱了他的心绪。广树晚上还没回，一雄急忙安抚老婆别担心，挂了电话就往早晨的地方找孩子，找到的却是恩爱的一对。一雄赶紧说声对不起，准备开溜。突然早上广树的目标又入眼帘，他凑近一瞧，差点站不稳。靶子上写着邀约孩子踢球的3个孩子的名字。找到广树的时候，他已经被欺负得够呛。一雄心疼的紧抱着他。这一刻他终于明白广树失控的原因。原来广树一进补习班就被同伴冷落，而且那几个约他踢球的孩子是主谋。压力山大让广树快崩溃了，却硬是没跟父母说一声。他之所以拼了命考试，是想到了初中不再受他们欺负，毕竟那几个人也在那学校。一雄悲从中来，泪水满面。他向儿子承诺这事他会解决。晚上一雄回家就跟美代子说要搬家了，换来的却是老婆的不解。美代子坚持上了私立就没事了。面对老婆的不懂，一雄明白事情的真相却说不出来，怒不可遏。他不再沉默，直接把心里的疑问抛了出来，想弄清楚离婚的真正原因。一雄决定亲自采取行动，假装要周末在家休息，实际是等老婆一出门，他就偷偷跟上，紧追不舍，拐了7、8个弯。1天后，一雄发现了端倪。只见美代子四处张望，走进了咖啡馆，然后选了2楼靠窗的座位坐下，看着妻子和一个男人独处一桌。楼下的一雄脑门子都快冒绿烟了，可他还没缓过劲儿来，美代子接下来的动作更是让他怒火中烧。他的妻子把早上他给的生活费全数塞给了眼前这男的。一雄看着这一幕，简直要心力交瘁了。虽然有所心理准备，但真见到妻子这一幕，他还是忍不住了。一雄怎么回的家都记不清了，但刚一进门就觉得家里气氛怪怪的。他正想偷偷去卧室时，穿越来的父亲阿忠突然出现。阿忠抱怨肚子饿，要钱去买吃的，还抱怨这家伙穷得叮当响。一雄一看存折，顿时脑袋嗡的一下，
家里的存款原是500万，现在只剩44块，巨大的落差让他心如刀绞。现在他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家徒四壁。他像疯了一样冲下楼，打电话给妻子，结果却是冰冷的关机声。这时，父亲阿忠跟了下来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叠东西塞给了一雄。一雄那心情复杂的很，得知妻子是欠债而不是出轨，他总算是舒了口气。可是他还是搞不懂，美代子怎么就欠了这么一大笔钱。这时，阿忠爸爸叫醒他，让他跟上。直觉告诉他，媳妇就在那边。阿忠带着他左拐右拐，一直走到一家游戏厅。一雄还发誓妻子绝对不会来这种地方。下一秒，他脸上的表情就僵住了。他见到的这个女人，正往游戏机里疯狂塞钱，不就是他的美代子吗？儿子都晕倒了，他还关机不管，家里的500万存款都被他偷偷挥霍了。不止如此，还背上了300万的债。这一切一雄直到穿越回来才发现。为了挽救和美代子的婚姻，他特地从1年前穿越了回来。知道了妻子只是欠债，一雄决定还是原谅他。即便是面对阿忠爸爸的追问，一雄还是坚定地站在妻子这边。为了凑够300万还债，一雄甘愿放下身段，跟公司说要预支工资。但即便如此，钱到手了，但跟欠的那些债相比，真是杯水车薪。没办法，他只好打电话给朋友们，硬着头皮借钱。为了让妻子安心，一雄还特地留了点钱给他，让他去医院照顾儿子。美代子看到自己搞砸了，丈夫还这么体贴，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掉。但一出门，她就把丈夫的嘱咐忘得一干二净。她实在忍不住往游戏厅那方向走。正当她沉迷于弹珠游戏的快感，阿忠突然出现在她旁边。一雄这边可真是左右为难，妻子欠的债让他焦头烂额。他犹豫再三，最终还是给乡下的妈妈打了电话。听说儿子要借钱，程江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一雄把妈寄来的钱拿回家时，看到妻子和阿忠兴高采烈的闯进来。美代子兴奋地说阿忠带他玩彩票赢了大奖。一雄听后脸色大变，他让美代子去买酒，然后直接质问阿忠，明明是从30年前穿越来的，怎么会知道今天的彩票号码？阿忠说是巧看到旅行车上的一份报纸。面对阿忠得意的样子，一雄一怒之下把钱撒了一地，还埋怨阿忠不该带妻子去那种地方。他坚定地说他会用自己的方法来保护家，保护美代子。父亲一走，一雄就跪下来，把地上的钱一张张捡起来。第二天，他领着妻子去找那个放高利贷的人，他没多说什么，把钱还清，带着美代子就走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车站前，美代子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问一雄为什么不怪他，说自己这样的人根本不配被爱。但一雄却握住了他的手，告诉他只要能陪在他身边就足够了。就在那一刻，他感觉两人的心真正的贴在了一起。当一雄再次睁眼，他已经回到了旅行车上，旁边的阿忠还在跟他生气。桥本告诉他快到下一个地方了。心情好极了的一雄跟阿忠说，他终于帮到了妻子。没想到阿忠接下来的话，却让一雄浑身一个冷战。毒瘾那么深的人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救的。一雄当然没那么容易放弃。他说不管重来多少次，他都会帮妻子戒毒。他们停车休息时，阿忠忽然捂着胸口，痛得厉害。就在那一刻，一雄决心要告诉他父亲全部的真相。阿忠其实并不是30年前时间线来的，他是一雄父亲在医院里执念化成的灵体。司机桥本之前跟一雄说过，这样的灵体出现绝不无缘无故。阿忠出现是为了帮忠雄完成他生前没了结的遗憾。但问题是，只要医院里的忠雄一走，阿忠就会变成亡灵，永远迷茫的游荡。阿忠听了似乎一点也不担心，说他已经猜到忠雄遗憾是啥了，只要现在去福山提醒忠雄去医院体检，那他就不会最后病重到要插管子了。一雄本来不太想掺和阿忠的烂摊子，他现在得救妻子和孩子才是。正是，但旅行车司机桥本跟他说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论，如果42岁的阿忠见到72岁的忠雄，时光线就会乱套，他们之前的穿越努力，所有的改变都可能回到原点。这时候，阿忠已经到了福山的老家，看到自己创的公司如日中天，心里挺得意。就在这时，一辆车停在公司下，一个穿黑西装的人影从车里走出来，是现在的丸中公司社长忠雄。看着现在的自己出现了，阿忠正要兴奋地上前，却被及时赶来的一雄急忙拉开。一雄为了避免父子相认，只好答应去劝现在的爸爸去医院。但在临走前，他提醒阿忠，现在的老头子特别固执，连妈妈的劝都不听。果不其然，忠雄一看到一雄，脸色立刻就沉了下来，毫不犹豫地拿起水杯泼向一雄。这父子的第一次见面就这么泡汤了。一雄告诉阿忠，这事儿改不了，自从他决定留在东京，不回来接手家业，两人就剑拔弩张了。阿忠听后却说都是一雄的错，这话让一雄久久难以平静。第二天，一雄一大早就站在家门口，心里虽然念着是为了妻儿，但面对父亲，他直截了当说了半年后忠雄会倒下的事。不管一雄怎么强调危险，忠雄就是一口回绝。看着父亲依旧执迷不悟，一雄只好吐露心底的秘密。半年后忠雄病倒，自己会常来探望，不是因为关系变好，
而是因为自己被炒了，没了收入。每次来，钟雄都会给他路费10万块，到头来钟雄还是没被说动。回头路上，一雄对阿忠说，自己卑躬屈膝，结果还是白搭。不过他还是挺感激阿忠，给了他和老爸谈心的机会。就在这时，阿忠胸口的痛又冒出来了。等他又一次穿越时，他妻子还像以前那样赌博欠债，唯一变的就是欠的数目更大了。就在一雄沉浸在回忆时，跟他一起来的阿忠拉他进了胡同，就看见美代子被人群推出来，头儿正是那个贷款的家伙。看着美代子还不了钱，那人就说：“你不想让你老公知道吧？”目睹妻子被带走，作为丈夫的一雄却束手无策。为了继续救美代子，他径直去公司辞职，提退休金，和老爸阿忠一起奔向放贷人的窝点。一雄不给自己留后路，因为他感觉自己大概快挂了。原来在旅行车上，他问过司机桥本，在原世界里，自己是不是快死了？而这整个穿越时空的旅行，不过是临死前的回顾。旅程一旦结束，他的命也就到头了。桥本当时没直接回答，而是给了个很耐人寻味的答案。沉思间，他们已经到了放贷的棚屋前。阿忠一边狂点赞，一雄直接推门就进，找上了古贤说要还钱。听说250万得还500万，阿忠立马翻身做主，说自己也是这行的。一雄老婆要是在这把债还清，他自己岂不是要喝西北风？说罢，他就扔了个号码给古贤，号码是东京大佬3口组的。在阿忠的牛操作下，一雄总算是摆平了妻子的债务问题。那下一步就是得管管妻子的心态了。他径直闯进游戏厅，找到妻子美代子，一看到一雄就慌了神，赶紧便说自己第一次来。但一雄没怪他，反而带他去了别的地方，直接是马场。也就是在这儿，他第一次打开了美代子的心扉。虽然最后把剩的退休金都输光了，一雄却一点都不后悔。两人边走边笑逛商场，没想到出意外了，他们儿子广树在书店偷漫画被抓。一雄赶忙去道歉买单，可羞愧的广树却选择了逃跑。原来一雄不在时，广树一直在学校被同学欺负，这次偷书是那帮人逼广树去的。1年前来的一雄早知道广树考不上，看儿子还受欺负，这回他决定不忍了，直接上去把那个头儿太空一抓起来，叫他现在就向儿子道歉。就在今天，一雄终于解开了广树那颗自闭的心，带儿子回家。妻子正忙着弄晚饭，电话突然响了起来，是私立高中打来的，说广树考试过了。一雄听了，脸上全是惊喜。那么多次穿越的努力，终于改变了儿子在这时间线的命运，他真做到了。一雄还沉浸在家庭庆祝中，他那穿越来的老爸阿忠让桥本司机走了。原来桥本曾说过，这次穿越一雄可以留到满意为止，只要现在走人，一雄就能一直幸福的留在这儿。桥本听后表情大变，因为他知道阿忠作为灵魂出现的愿望是为了重修和一雄的父子关系。如果一雄不返回，阿忠最终未能完成愿望，就会变成永远漂泊的幽灵。桥本和健太怎么劝，阿忠还是让他们开车走了，因为这是他作为爸爸最后能为儿子做的事。此时一雄正和家人一起吃晚饭。自从赌博和校霸事件后，他的家就4分5裂了。现在这是他穿越以来最美好的时光。一雄多希望时间停在这里，但他明白自己得回去。他希望桥本送他去个重要时刻，这次他要本色出战，真诚面对家人。然而开车的桥本沉默不语，他犹豫了好久，最后还是吐露了一雄之前问的那个问题的答案。司机桥本说他快死了，那天夜里冷极了，加上一雄因家破人酒醉，最重要的，他已经没了活下去的勇气。所以在那情形下，这旅行车才会出现带走一雄。而一旦穿越结束，现实中的一雄也就走到尽头。一雄听真相后神色泰然，自己已无希望，但只要有丝毫改善家人命运的可能，他就不会放弃。他求桥本送他到最后一个地方，这次他想和家人好好告别。等一雄睁眼看到妻子那空洞的眼神，一雄明白之前的努力可能又白费了。即便这样，他还是振作起来，露出笑容，约定明天带美代子去香取神宫，为儿子即将到来的考试祈福。嘱咐完妻子，一雄又和儿子出去散散心，想着这可能是他们父子最后的时光。他下意识地握紧了广树的手。一雄知道儿子一直默默承受着校园的欺凌，他告诉广树，考试并不代表一切，如果被人欺负，逃开也无妨，逃避有时也是勇敢的一种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一雄就和妻子一起来到了香取神宫。站在神宫的台阶上，他第一次把这一路的历程和美代子分享，包括1年后2人的离婚，儿子的反抗，还有和父亲阿忠一起乘坐旅行车改变未来的事。一雄什么也没隐瞒，全部倾吐了出来。也是在这，他终于明白了妻子沉迷赌博的原因。美代子觉得一雄对他太过周到，连每个月的开销都细心安排，冬天洗碗怕他动手，还特意买了洗碗机。但这份无微不至的照顾，却让美代子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。美代子的坦白让一雄感到深深的自责。如果能重来，他相信自己会做得更好。但这一次，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在离开前，一雄和美代子一起去神宫抽签。美代子抽到的签词是2人的爱从此刻起步不生辉。
而一雄的签上写着“穿透乌云，瞥见希望，寒冬终将过去”。这时，美代子突然紧握一雄的手，提议再一次一起走遍夫妻参拜之路。这一幕全部落在悄悄观察的阿忠眼里。他回到旅行车边，几乎是哀求的向桥本请求为一雄留下一线希望，毕竟他只有这么一个儿子。这时，美代子已经领着一雄走在夫妻道上，两人肩并肩，宁静而自然的行走着。一雄的心头涌现出与美代子的点点滴滴。初次相遇时，他那明亮的眼眸深深吸引了他。两人一同经历风雨，步入婚姻的殿堂，一起买下小公寓，迎来了儿子的诞生。一雄内心充满对美代子付出的感激，无论过去、现在还是未来，他从未对妻子有过一丝责怪。当一雄再次睁开眼，他发现自己回到了旅行车里，却看到父亲阿忠的身影不见了。司机告诉他，在现实世界中，他的父亲忠雄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，而阿忠是忠雄坚持不放的执念所化。这就是为何他会从车上消失。桥本犹豫了片刻，还是向一雄坦白了。阿忠出现正是为了修复与儿子之间断裂的父子纽带，为了圆满阿忠的遗愿，他们三人驾车跨越时空，来到了当下的福山。在福山的破旧宅子里，他们终于找到了阿忠。正是在这里，一雄释放心结，与父亲阿忠达成和解。阿忠向一雄透露，在医院里，他其实知道儿子是为了车费才来看他，但他仍然装作未察觉，继续给予支持。他内心深处总是希望儿子能过得更好。那次一雄拒绝回家，选择留在东京，忠雄一怒之下说出割裂父子关系的话，可是话一出口，他就开始悔恨不已。倔强的忠雄无法放下自尊去求儿子回头。这些年，他不断壮大自家的企业，甚至抽出时间去医院做检查。他的目的只是希望一雄能看到，然后回归故里。阿忠的坦白让一雄泪流满面。他从小就认为父亲对他不够好，却没想到父亲为他付出了这么多。临别之际，阿忠对一雄说，不管怎样都要坚持生存。他相信一雄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。阿忠离开后，桥本询问一雄，如果回到过去，发现自己还活着，在那个一切未曾改变的现实世界，面对破碎家庭，他是否有勇气继续生活？这一次，一雄没有丝毫犹豫，坚定地回答了桥本的问题，让一雄显得还有点懵。桥本透露，现实中的你其实还没离开人世，但很多乘坐时光车的人们，旅行结束后，面对残酷现实，最终都心灰意冷地放弃了生命。看到一雄决心活下去，他们才安心。说罢，桥本就开车带着一雄回去了。一雄醒过来时，发现自己醉倒在长椅上，身上还带着酒气，手里紧握着妻子送来的离婚协议书。原来一切不过是一场梦。这时，妹妹的电话打了进来，说父亲病情突转直下，可能撑不过今晚。没时间多想，一雄急忙回家，撬开了广树的门，二话没说就拉着广树急匆匆往福山赶。但当他们急匆匆到达时，父亲忠雄已经奄奄一息，失去了意识。看着父亲的老去模样，一雄的泪水顿时就流了下来。他开始自言自语，说自己做了个长梦，梦见了年轻时的父亲。但不管一雄怎么讲述，病床上的忠雄依旧静静地躺着，毫无反应。就在一雄绝望时，父亲那只被握着的手突然微微动了动。那一刻，病床上的忠雄努力睁开了眼，但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却让一雄泣不成声。这个早晨，父亲永远地离开了一雄。父亲走后，窗外的阳光穿透云层，洒在海面上。一雄第一次发现家乡那片闪着光芒的海面美得如此动人。他的脑海里忽然冒出一行字：穿透乌云，孤独的冬日也会落幕。自那日起，一雄带上广树，告别了东京，回到了福山，开始新的生活。但他并没走进父亲的公司，而是成了一名朴实的渔夫。半年后的某一天，一位女性造访了福山，